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草药的性能。中草药之升降浮沉。药物及食物之升降浮沉。升降浮沉是用以表示药物、食物对人体作用趋向的一种性能。升是上升，表示作用趋向于上；降是下降，表示作用趋向于下；浮是发散，表示作用趋向于外；沉是收束、闭藏，表示作用趋向于内。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的病势趋向相对而言的。应用气机升降出入理论，可以解释和辨别疾病不同的病势趋向。要改变病势趋向，需用相对应作用趋势的药物、食物。例如，生姜、红糖、辣椒有驱寒解表；浮萍、薄荷有透疹发表，其性皆浮散；黄芪补气生阳，其性属生；杏仁止咳化痰，西瓜降火利尿，其性属降；小麦、山猪、鱼肉可练虚汗，其性收束，或者是所谓的沉的作用。再来，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升降浮沉与药性。一般来说，具有解表、透疹、祛风湿、生阳举陷、开窍醒神、温阳补火、行气解郁以及永吐等功效的药食，其作用趋向主要是升浮的。而具有清热、泻下、利湿、安神、止呕、平肝、潜阳以及息风止惊、止咳平喘、收敛固涩、止血等功效的药食，其作用趋向主要是沉降的。在古代的典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有提到，其高者因而悦之，其下者饮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以内，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汗，其在脾者汗而发之。阐明了因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由于药物、食物作用的多样性，有些药物、食物的升降浮沉趋向并不明显，如消食药、外用药、杀虫药及许多药物等。而有些药物、食物有所谓的双向性，指的既能升浮，又可沉降。例如，桑叶菊花能发散风热，作用属升浮，却又能清理热，其作用属沉降。而川穹则有上行头目，下行血海的说法。不过，很多双向性的药食，只有一种趋向是主要的。在掌握了介绍了药物、食物的一个作用趋势，可以纠正我们机体的气机的升降出入失调，使之恢复正常，还可以因势利导，驱邪外出，以避免外邪进一步深入而损伤正气。运用不同的泡制加工，加入不同的辅料，配伍不同作用趋向的药食，都可以改变药物、食物原先的升降浮沉的作用程度，甚至是作用趋势。在介绍完升降浮沉之后，大家对于药材以及食材它作用在人体的一个趋向以及作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吧？